很快很定，很安全。我觉得科技挺发达，就是这种感觉。要管它一直到韶关，你看看。是啊。啊。它不只带给中国人高效快捷的出行便利，也带给全世界从未有过的震撼体验。今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平稳运行的高铁列车上对中国高铁赞赏有加。I think that this technology represents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moving people from city to city efficiently, safely, in a way that maximizes comfort. It's a wonderful display of technology and ingenuity. Yeah. 我们美国人应该跟中国人更多学。中国高铁一个崭新的世界冠军。以武广高铁为例，它全线长约1068.8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途经侨韩910座，位居世界第一；设计运营时速350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这样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从开工建设到正式运营，却只用了4年6个月零3天，这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高速铁路在全世界的定位用了6个最：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速度最高，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人力资源最多，都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所以说，全世界才用赞扬声来肯定你中国铁路，没有数据支撑，也不可能来肯定你中国铁路。中国高铁就这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世界高铁的格局。可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就在短短的6年前，中国还没有1寸高速铁路，而那时发达国家的高速铁路却已经开通了整整40年。当时中国铁路的最高时速仅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半。在日本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线，那时候的感觉啊，原来铁路是可以这样做的，原来铁路的速度是可以这么跑的，原来铁路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工作的条件是这样的，觉得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羡慕。一面是追赶世界铁路先进水平的梦想，而另一面又要面对中国铁路相对滞后的现实，这让中国铁路建设者在许多年里都倍感压力。中国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一票难求，一车难装，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几代铁路人为改变这种局面殚精竭虑。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前人可能2代人啊，甚至更多的，已经做了很多的积淀。铁路部门在1992年开始啊，就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当时叫高速办，就开始研究和跟踪国外的这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更是高度重视，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走一条超越常规的发展道路。16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么中国铁路怎么办？铁道部当中提出了能力的快速扩充、装备水平的快速提升，提出了2个快速。这个时候，国家大力支持加快铁路的发展，批准了第1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那么这个阶段就进入真正的工程实践阶段。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铁路史上第1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了超过1.2万公里4纵4横的快速客运专线，中国高铁正式起航。但那年中国铁路的最高时速只有160公里，是40年前日本新干线开通时速的3/4。当时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宣传我们的规划，但是我感觉外国人的眼神当中，当然话都这么说，哎呦，这个规划很宏伟啊，但是你从他的眼神当中，
他认为那可能是很遥远的事，那是你们的梦想。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国高铁的跨越式发展，梦想未必就是遥远的。我们在启动高速技术的时候啊，没有去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啊，比方说某些国家，200公里、210公里、220公里、250公里、270公里、300公里这一段，他走了将近50年。那么世界技术发展到今天，啊，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有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原始创新也好，集成创新也好，包括引进消化系数再创新也好，我们瞄准的是世界的最高水平、最高技术。2004年，中国高铁招标，多家国际知名公司都参加了投标。一家公司开出了天价，每列原型车价格3.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作为铁道部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曙光坚持原型车价必须降到2.5亿元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必须降到1.5亿欧元以下。而对方的回答仍然是：这可能吗？当时啊，10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企业，和1500亿左右啊，1500亿美元左右的企业要较量。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很好的把我们的市场优势，把它能够用好用足，我可以这样讲，我们这几个企业没有一个能谈得成，不可能的。它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它就像一个泰森和一个3岁的小孩在这打拳击。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体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捏成一个拳头，这个力量就强多了吧？制度的优势让3岁的小孩拥有了战胜拳王泰森的能力，结果是这家公司出局，中方迅速转向其他公司寻求技术支持，丝毫没有动摇前进的方向。而失去中国订单的这家公司股票大跌，谈判团队也被集体解雇。经过这件事，再没有人怀疑中国要掌握高铁技术的决心。作为高速铁路，中国落后了几十年，多少人的梦想，多少人的夙愿，想把它干上去。它几乎把我们国家航天、航空、材料、电子、电力等等这些行业的一些顶尖专家都吸引到这个大平台上来，所以它是举国家的研发力量来做的，都树立了一种精神：勇攀科技高峰，争创世界一流。这就是中国的决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2009年底，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几位外国高铁专家登上了这列时速达350公里、全世界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这些外国同行都不相信我们用4年半时间能够把它建造成，都不相信我们开通能达到350公里，能达到高频高稳吗？怀疑。能够从武汉一直干到广州上千公里，这么持续安全运行350公里吗？怀疑。坐了车以后，非常肯定，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水平、运行品质目前是最高的，竖起了大字母。中国人真不简单，了不起。据说世界上最早的火车比马车还慢一些。从那时到高铁诞生，人类用了140年的时间；从200公里时速到300公里时速，发达国家用了40年。而中国从2004年开始正式规划高铁建设，到350公里高铁投入运营，只用了4年时间。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停步。很快，大概今年年底，我们设计速度达到380的车就可以下线了。1、2、3，中国高铁加油！根据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规划4纵4横的铁路快速客运通道和3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以建立省会城市以及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客运通道。感慨于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今年1月份的国情咨文中表示，
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各国舆论也纷纷在探究中国高铁是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追赶者变成了世人关注的领跑者。这背后，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跃然而出。请您继续关注最具中国发展特色的高铁之路。